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我是嘿嘿嘿侦探社的呵呵呵，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是为了西辉大学投毒案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我的委托人新学生是清白的。在这件事情上，陈调查官，您做了一个草率的判断。哼，草率的判断。那我现在就要来告诉你，什么叫做铁证如山。M211年3月14日上午，西辉大学发生一起投毒案，受害人为贾助教，在他的常用水杯中检测到了重金属哇哦物质，且在实验室存储哇哦物质的药瓶上提取到了新学生的指纹。调查得知，新学生与贾助教之间存在矛盾，且新学生有进入实验室的权限，动机、证据链清晰完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冤枉啊，冤枉啊！我真的没有碰过那个哇！何侦探，你快帮帮我，我确实不知道。冷静冷静，不要着急，我有我的判断。首先，请传唤我的第1位证人。站起来！首先，从我起身的费劲程度来看，我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对，德高望重，所以我是一位领导。你要简单说2句吗？我自我介绍一下，简单说2句啊。我是西辉市私立医院的张院长，此次作为院方代表，我简单的说2句。就 M211年3月14日上午发生的一起紧急医疗事件佐证，当天我院接到贾助教的求助电话，他自述怀疑是哇哦中毒，患者被紧急送入我院时已陷入昏迷，经血液检查确认毒源为哇哦。由于抢救及时，患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仍处于昏迷状态。那请问 WOW 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毒药呢？ WOW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重金属物质，一般应用于医学实验。人体一旦摄入后，根据摄入剂量大小，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好，谢谢您，请坐。接下来要传唤一下我的第2位证人，有请。是的，我是实验室的成员大博士。大博士，我想请问，实验室的 WOW 到底有谁能够接触得到呢？
在实验室有钥匙的人都是可以的。有很多人有钥匙，有我，有贾助教，有新同学，有甄教授，4个人都有。但是实验室有很多的实习生啊，也会做一些辅助工作，在每天下班留下来打扫卫生、擦拭药瓶，并将所有的物品归位后锁门离开。请注意，也就意味着实验室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接触到 WOW， 对吗？是的，你看看，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药瓶上现在只有新学生的指纹，怎么可能？也就是说，他正是在这个实习生擦拭完所有的药瓶离开之后，又进入了实验室，拿到了这个WOW。太武断了！哇，自个儿还带着声效哇！我想请问，大博士，我们实验室的实习生在打扫完卫生锁门之后，是不是都要拍照打卡？是的，我们的管理规则非常的严格。好，你看，太严格了。这个就是3月13号晚上1楼实习生在打扫完卫生之后锁门之后拍下的照片，请您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所有物品的位置是正确的吗？哇，我发现了！哇哦，你看，怎么了？哇跟哇哦是放错了位置，放错了位置，他们的药瓶放反了。我在14号的时候呢，看见这2种药的位置是正确的，没有问题。那请问3月14号的早上，第一个开门进去的是谁？It's me。是你。过来！换座。又过了1年，哎呀，恭喜升舱！是，我点的那个猪肉的还没到啊，我要猪肉饭。但是我没有换2种药的位置。那请问，在第1天晚上实习生锁门走之后，和第2天早上大博士开门进去之间，到底是谁又把这2瓶药换了位置呢？好，检察官，这里是我们的指纹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好，我给大家念一下：经全面检测与分析，未在药瓶表面发现任何指纹痕迹，药瓶表面可能经过清洁处理或未被人手直接接触。检测人荣戈特。我想请问一下，如果 WOW 的药瓶上留下了新的指纹，为什么 WOW 的药瓶上却没有新的指纹？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合理吗？确实不合理。投毒者他只在 WOW 上面伪造了新的指纹，却忘了 WOW 这瓶上没有新的指纹。在伪造了新的指纹之后，请注意，他下意识地把2个药瓶放到了正确的位置。这显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诬陷嫁祸。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你！这个人在关门之后，他还可以进入实验室。大博士，你的嫌疑一下子就变大了哟。哎呀，还是要有智慧，不要听风就是雨啊！那个甄教授他也有钥匙啊？哎，没错，他也是重大嫌疑人。他人在哪儿啊？还有一个人在我电话里啊。那你来打电话来。在哪里啊？哦，在那里。哦，你好，来换座了啊！换座，你先坐。好嘞，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咱们问问他不就完了吗？咱们问问这位甄教授。来，这是我的拨导，来了。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已为您呼叫转移。转到别人那儿去了。喂，你好，哪位？哎，你好，我是嘿嘿嘿侦探社的呵，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西辉大学的投毒案，我们想请甄教授配合一下调查。请问您是？我是甄教授的妻子荣之瑶。您好。教授他今天去落日镇参加一个封闭的医药研讨会了，要2天以后才能回来。那麻烦您转告他，请他回来之后联系我好吗？好的，没问题。
好，谢谢，那就不打扰了。好吧，现在甄教授去开一个封闭的研讨会，2天之后才会回来。2天之后，所以我们的调查也只能先终止了。但是我想请问一下，陈调查官，在这个案件当中，一开始就被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我想请问您，现在是不是可以还我的委托人辛学生以清白了呢？这个嘛，容我沉思片刻。哇，要沉思多久啊？来偷抢！辛教授以前演样板戏的啊。对，你要沉思多久啊？这样吧，2天之后我会重新审视这个案件。这正是我今天的意图，请收起你的小桌板。回家喽！2天之后再见喽！这甄教授怎么还没联系我呢？哎，那个呵呵，喂，你好，嘿嘿嘿，侦探社呵呵呵。什么？甄教授死了？嫌疑人锁定了你？放心，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嘿嘿嘿侦探社来参与调查。今天呢，请大家来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甄教授死了。啊？节哀节哀节哀。谢谢。唉，今天是 M211年的3月19日。据我的初步了解呢，甄教授的尸体是在今天早上6点钟，在西辉火车站广场一个被遗弃的行李箱里被发现。初步判断，他是在18号，也就是昨天的晚上8点半，回到西辉市的时候被杀掉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受到了委托，张院长被列为唯一的嫌疑人。哦，唯一的嫌疑人啊，唯一的嫌疑人。对。不就是犯罪分子本人吗？你还原一下作案现场吧。但是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觉得甄教授的案子呢，我个人的直觉不是那么简单，而你们几位呢，又和投毒案是有关系的。这2个案件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彼此的关联？很有道理，是不是？所以呢，想请各位一起来配合我们调查一下，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能够查得水落石出。哦，虽然呢，我跟有的人已经见过了，前2天的时候啊，但是还是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从院长先来吧。来了。钟院，那就给我吓一跳，你怎么了？5分钟之内，谁踩着你了？通知你的家人。手术，5分钟，我要这个人所有资料。听着，你最好不要轻易的生病。否则，我早晚把你治好。那早晚把我治好啊！哦，吓我一跳，你给我吓好的啊！恐吓式治疗，你是自己好还是我把你治好？鼻涕往回缩，你的感冒就好了。鼻涕往回缩，你不发烧，你不发烧，你根本不发烧，一点也不冷。我第一次听说一种恐吓式治疗。对，我就是西辉市私立医院的领导张院长。好，来，中间这位大博士啊，命运想把我埋了，没想到我是个种子。那么本身来说呢，我是大张伟的粉丝。哦呦，哦呦，哦呦，哦呦！为什么我要当博士？因为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一切都不是事儿。
博士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那么我是个博士，就读于咱们这个西辉大学的医学院临床药学专业。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跟博士事儿，我是个大博士。好的 ，OK， 好，来中间这位新学生，别人养猫，我养细胞；别人写诗，我写报告。我这个人呢，不光光是拥有美貌，我的实力会把你吓到。哇哦！我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新学生，今年29岁，我也是一个博士。博士事儿。我也是个博士。哇，来，陈调查官，张三见我绕着走，哇塞啊！罪犯哭着要自首，证据确凿无疏漏，正义绝不打折扣。好事，押韵了吗？这啥呀？我就是法外狂徒的 KPI 终结者，陈调查。哇，啊！陈调查，噔。下面来你，看那位陷入悲伤了，对，有人夸我才貌俱在，谁呀？有人说我销售奇才这，人是谁呀？我低头不语，只是一味疯狂地冲高我的 KPI。我就是荣制药，我是西辉市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哦，制药总经理。对，也就是说，甄教授是大学里面研究医药的，你是负责销售医药的。是的，生产和销售。生产和销售，好的，了解了。那因为刚刚我们说过呢，他这个案发应该是他8点半回到西辉市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请你们说一说昨天晚上8点半到今天早上6点，你们在做什么？昨天晚上8点半到10点，我在医院上班。晚上10点我下班回家睡觉。19日8点我去上班了。我真是一个勤奋的上班族。就是一直在上班啊，所以你晚上10点到8点是在家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对，我还不能睡了吗？可以睡，可以睡，可以睡。睡，夜里头自个儿躺的时候睡，晚安，马卡巴卡。睡觉。对，指着自己。好嘞，好来我是18号晚上8点半，我在落日镇看大张伟演唱会。哦，你去落日镇了？我去落日镇了。哦，然后9点半的时候演唱会结束了。10点的时候，我入住了落日镇的落日酒店，我睡了一宿。19号早上起来6点，我从落日镇开车回了西辉市，8点钟正好赶到这个实验室来上班。所以你昨天晚上是在落日镇的？对，我昨天晚上在落日镇。好，在西，我是7点左右从落日镇出发去西辉市，你也去落日镇了？对我也去了。然后8点半的时候在高速上，差不多9点的时候到了西辉市，然后10点就找朋友吃火锅去了，差不多吃到了11点半，然后回家。早上8点去上班。我是18号的20点到22点，在落日镇跟同事见面，见面之后我就回家了，回的是西辉市的家。西辉市的家。回家之后我就睡觉了，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你们猜怎么着？我开始上班了。哦，好棒啊！现在又开始了。荣呢？我是昨天晚上8点40一直到10点，跟一个客户在西辉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饭店吃饭谈工作。我在火车站附近。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了，一直待到了接到你的电话，说老公去世的事情。对。昨天在西辉市和落日镇之间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奔波了3个人，大新和陈。荣跟张没有离开西辉市，但荣呢去了西辉火车站见客户。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案件还是跟这个路途有关系，因为他是在火车站的附近被发现在行李箱里面。那么到底这个针是在落日落的呢，还是在西辉吸的呢？这个对，我们只能去搜证调查了。今天呢，我们6个人就集体一起搜证。好，来吧。
来吧，让我们来领取我们的探案神器。外星人电解质，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充电。干杯饮用后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 RY 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吧！我们的外星密语依然是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请我们的张院长来，张院长。领导的选择。来吧，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敬给领导，哎，领导，哎，过年了。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哼哼呢。来吧。突然发现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想抽在前面，抽在前面投票好孤独。对呀。哦，是哦，对，1、2、3、4、5、7。我今天是侦探，好怕第一个知道，手都凉了，那我就拿了。您拿随便，您拿第一个，我就不信了。结。哎呦，你看看怎么样？6大顺，66大顺。好运气。来吧，没关系，那我拿1好了。谁优先呀？来，您拿，肯定没问题。收5什么？6我4、3、2、1，真的吗？不信了，滚！差不多吧，2。哇，拿1的概率太大了。哇，晨晨不会又是1吧？快！我不想拿。我来啊，张4、张3，领导，怎么院长怎么回事？领导，该来的总会来啊，厉害！唯一的嫌疑人，第一个投。你要哪个？来3。3，只要不是1，啥都行。来看看谁有那个舞动 buff 呀？我没有。没有。我吗？四呀。外星人，点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可以啊。四呀。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集体搜证吧。好吧，耶！好，朋友们，我们加油吧！来，走。我先去火车站看看，因为尸体就被发现在那里。这就是火车站了。哎呀，西辉市和落日镇之间新开了一个火车，可以让原本2个小时驾车的车程缩短到1个小时。哎呦，越成这样，是被捆着的吗？没有被捆着，但是手脚有明显的伤痕。我是不是得把你抬出来呀？哎呦天哪！哎呀晨晨，哎，你可以帮我一下吗？说，我想把它抬出来。抬出来啊！来，它好沉，好沉。1、2、3，要做到这个也不容易呀！哎呀！哇，好 ，OK。下面把它放在侧面。来，1、2、3 ，OK， 好，谢谢。哎呦，勒死的，你看。脸上还有淤青的斑。好，谢谢。行，谢谢您。交给你了。口袋里有东西吗？哦，手机。关机了。它是从晚上的6点半到7点，从落日镇的会议中心到了落日火车站。他今天去落日镇参加一个封闭的医药研讨会了，要2天以后才能回来。
箱子里没别的东西了。从私立医院寄到这儿来的。他最开始出发的地方是中心广场，然后又到了私立医院，然后再从私立医院又转到了火车站。没了，应该是没了。啊，今天这有氧是做够了。看看这边有什么。哦，这是一个快递站啊，自助下单。等于他其实可以把它就放到这里，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接，他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我去我们院长这儿。张院长被列为唯一的嫌疑人。院长，仁成路啊！哇，院长有大座，哇塞，可以按摩椅。哎呀，我得，哎，哇，院长是个塑料袋，好装啊！我是一位领导。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写毛笔字用的吗？根本没有宣纸，他们写手指上了。还是这个毛笔是用来通我们院长鼻孔的？你最好不要轻易的生病啊！对，啊。3月18号下午13点到13点50，晚上7点到7点50，他去看了很多的病患。这人叫好不了，这人叫肚子疼。你说这些名儿起的就不吉利。这个笔记本儿，猜疑项调查。哦，哇塞，超人，但是他是个彩超啊。彩超啊，嗨，我是不是天才啊？我为什么这么会这些东西啊？彩超不对吗？啊？哦，再看一遍，什么彩超 ？B 什么彩超？遮什么彩超？胃部彩超啊？胃4彩超，4位，4维彩超，4维彩超。哇，4维彩超，哇 ！Photoshop 9月20修改后，修改凉风氛围，赶快走，感冒快点走，这太烂。我要去法官这儿。哪个是法官？你吗？你不是？我是调查官啊，调查。我要去调查员这儿。调查官啊，调查官。调查官，你怎么变成调查员了呢？家属这儿看看。我是西辉市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耶，水果礼盒，看看。哟，飞天上头水啊，还没用过。哟，来一根儿，这都齐了呀。这是要送人的还是收的礼啊？还有哪？呀，爱驴是贵哥，你的包柜又要上新了。这是老甄去你那儿买的包吗？就是这个姐，上手是不是超厉害的？是什么意思呢？红温病特效药凉飕飕，效果显著，药神夫妇合体现身，医药会议。甄教授是大学里面研究医药的，你是负责销售医药的，生产和销售。哎，哟呵，我要去调查官这儿。
我就是法外狂徒的 KPI 终结者。雷厉风行调查官，厉害厉害！嗨，这不就开场这地儿吗？冤枉啊，冤枉啊！我真的没有碰过那个wow。这里有啥吗？这啥呀？紧急调查令，竟然什么都没有，啥意思呀？这个需要把它团成一个团吗？没啥东西的在这儿，这里想必会有点啥吧？一个盒子呀，还需要有钥匙啊。那这箱子的钥匙在哪儿呢？调查员，你箱子的钥匙在哪儿啊？啊？你箱子的钥匙在哪儿啊？这东西能问吗？能啊。问完能说吗？那算当我没问。你找找。这里有啥呀？这是一张不重要的报纸。哦，发件人热心市民举报秒售减肥药危害健康。哦，我去博士看的。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是事儿。真的手慢了。袜子。啊，有问题。裤子。领带。秋衣。毕业论文系统，甄教授指导，我通过。哎呀，大熊，这是什么？教授，为什么我的论文又一次不合格？我不明白。我已经全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我要举报你！新学生的房间，我就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新学生。外物质发现人。凉搜搜 Plus 发布会，2011年的3月15号。惊天大瓜，医学院辛某假的天才真的背景，他临床阶段就没怎么出过实验室和学校，建议严查论文。银行卡，多买点好看的衣服，随便买随便刷。甄教授，完了，又是谐音梗。要破密码吗？你去问他找提示吧。欣姐，哎，这个谐音梗有点为难人吧？我给你点提示啊，说，跟你的那个音量有关。怎么了？
怎么了？谁在咆哮？咋了？不是了，不是。不是土拨鼠啊！那我应该把你这个给打掉，我打掉你啊！啥呀？他说这个手机密码跟音量有关，我只能土拨鼠的。你让他弄一个疯狂的驴那个时刻。什么叫发疯的驴？这太过分了！哦，跟你的那个发音标不标准和音量都有关系。我是。你提示一下，你提示一下，跟你的声量和发音标准有关。发音标不标准？鸡马开门呐，鸡马开门，是不是粤语的？鸡马开门，这个啊，你哪个更离谱啊！我鸡马开门呐！我们大家一起喊呢，3、2、1，鸡马开门！鸡马开门！鸡马开门！什么东西？神经病吧？这是语音的呀！开了吗？没有。哎，不好用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来，这样能开？你又来一遍，再来一遍，1、2、3，走！是不是帅傻子呢？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我觉得你有点可能现在需要你们一起干嘛？就是一起喊芝麻。哪儿的口音？用什么口音啊？随便随便都行啊。就我们5个，但5个人要齐啊！1、2、3。1、2、3，走！鸡马开门！偏傻。行，你有点过分了。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哦，他提示，然后就是先滑到解锁喊。芝麻开门。哦。好了，没骗你们。要温柔，瞎叫唤什么？给人吓坏了。所以治病也不能总靠恐吓，瞎嚷嚷，要温柔，温柔就行。我是不是没骗你们？这个不温柔。教授假助教在网上说我论文造假。调查得知，新学生与假助教之间存在矛盾。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我再去真的别墅看看吧。拿了好多奖项，这个奖项太气人了。你看晨晨，你看这个奖项气不气人？死能言之微火，给个痛快话呀！给我一个了断。哎，碾死的吗？哎，他为什么会有一个碾死在这儿的棋盘呢？这我就有点哎，这些东西全都是碾死的。哎，有夹层。那怎么？哇哦，好精彩呀！来，咱们看看里头是什么。芝麻开门！不是一活，什么都嚷嚷，什么都嚷嚷。得一起喊，不能一个人喊。这还有一张，这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啊！逮谁跟谁嚷嚷，已经疯了。凉飕飕 Plus 的药品注册证书，凉飕飕的效益不错，那 Plus 版本的证也给你发下来了，火。搜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吧，走。获得万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加时100秒。现在是我的天下，加油！医院的门口有一个通知，探视时间7点到10点。这里有什么？哦，这是个什么查访记录？假助教，7点、8点、9点、10、11、12，1个小时来一次。患者19号已苏醒，19号的早上7点就醒了。19号早上7点，谁给的？早日康复，甄教授。
啊，甄教授18号还来送花来了呀？搜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了。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哦，空空荡荡。来梳理一下吧。首先呢，就是甄教授今天的死者，然后呢是帅气的张院长。另外呢，还有2位学生，新学生，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博士。这2位呢是在做实验的，他们呢是学生的关系。另外呢是荣制药，这2位呢是夫妻。与此同时呢，他也在制药。还有一个我有点好奇的陈调查官，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故事里呢？另外，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有2个案件。还有一个呢是假助理，假助理呢其实是真有嫌疑的，可是呢还没有把真和心之间的关系理清楚，真就已经死了。这2案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还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就有请嫌疑人进场。我首先可以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1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张公子。我们一起创办了这个嘿嘿嘿侦探社。然后呢，我们还吸纳了非常优秀的人才。那可不。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也把这个行李箱和尸体呢送去我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同伴叫荣哥特那里。请他呢去帮我们做一些检验。另外呢，我还联系了我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同伴，叫大百科，让他帮我查查这个行李箱的来历。所以呢，我背后是一个精英的团队。是，哇塞，有团队，对，太精英了。要不就请他们来多好，这些人一定很厉害，就坐在这儿。我跟你说，感觉给半个小时能出现。真的是。那今天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挺蹊跷的啊，因为呢本身我们想今天呢通过对甄教授的调查，能够弄清楚假助理中毒这个事情的真相，但是没有想到呢，还没有来得及厘清那个真相的甄教授又死了，而且呢，张院长被列为了唯一的嫌疑人。为什么我是唯一嫌疑人，可是大家却都陪在我都坐在这儿？真的。但原本的甄、张、大、辛和贾，你们5个是在一起工作的，对呀，对吧？对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们会有一些瓜葛。我其实很想知道，特别是我跟你们之前那个案件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他的夫人而已。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冤枉，但是说实话，调查官在这儿坐着，我也觉得很奇怪。对。你应该是等我们弄好了之后去跟您汇报才。行，那我等你们。你给我坐下，肯定这里面有你。给我这台阶，我还不赶紧下。所以呢，我们刚刚通过搜证呢，我们把这个故事迅速的厘清之后，我们就来推理，好不好？好。首先呢，有请张院长作为唯一的嫌疑人来给我们。唯一的嫌疑人先来给我们来自首。张院长。我去的是新学生的房间，这是我们的博士。首先呢，就是他当年的一些考学时期的往事啊。通过他的一个笔记本可以发现，他梦想着考进西辉大学医学院。从191年的9月1号开始，这就是他的梦想的倒计时，当时写的一个9，然后连续的9年。每年他都在这个医学院的门口拍一张照片，然后最后一张停留在 M199年的9月1号，就是他应该是梦想在200年的9月1日入学这个西辉大学医学院。然后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入学这个大学呢？就是因为他很崇拜甄教授，然后这个崇拜是那种带桃心的崇拜。哇哦！是不是不光是专业上的啊？别介啊，这男的。那你应该对荣志要下手。小妹妹啊，怎么？你对我老公有什么想法？哎呦，你这就想歪了，我是学术界的，不整那些。这话说的，我学术界的。
没有，是这样的，因为我10岁的时候得过一场重病，所以从小我就希望我长大能从事，要么就是医生，要么就是做这个医药的行业。那我又可以治愈自己，又可以治愈别人。然后甄教授呢，其实是在这个行业中非常响当当的人物，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说，我长大有考到他那个学校，我要当他的学生，就是我就非常努力嘛。好，然后他的名头还是很大的，他是外物质的发现人，啊，他的头衔有医学界的闪电少女，从半个月到3天治愈了红温病，他的速度无人能及。G 国医疗会议凉飕飕 Plus 发布会在2011年的3月15号，315嘛，对对，消费者权益日，对，消费者权益日。哎呀，一切都是巧合。是这样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甄教授这个学校它开放了一个旁听的机制，那我有空就去旁听。结果就有一次呢，就非常幸运的是甄教授给我们讲课，然后他就说现在呢有这个红温病，对大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红温病是现在流行的一个病是吗？感冒。对，它是一个就是反正得了这个病就有高原红，然后呢就一直在你的脸上。他的课题呢就是说他要研究特效药。只要大家有想法、有追求、肯下功夫，都可以参加他的这个项目研究团队。我一听哇，机会来了，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当他学生嘛？我就开始回去潜心研究。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研究出了一种物质叫 Y 物质，就非常有效的能治疗这个红温病。我就拿这个物质去找了甄教授，结果甄教授说我是天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人。他说：“那你今天就加入我的这个研究小组，用你这个研究成果跟这个临床这个药相结合。”你入的是在3年前嘛，是吧？2008年新来的。对，我是2008年来的。对，然后跟我一起入职的就有这个贾助教。然后呢，他又给我介绍了这里边有一个学长叫大博士。那我的任务呢，就是想让他就是能够吃了一个药之后，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课题。这个确实是一个造福人类的药物，叫凉飕飕 Plus。你研究的是 Plus？ 对，之前有1版，然后更新换代嘛。新版和旧版的区别是在于旧版还会有一些 bug， 然后它会有一些副作用，然后我们新版是把那个副作用给它弄掉了。OK， 本来是15号要上市嘛，然后是有一个盛大的发布会。结果就因为这个事儿我被逮起来了，这个药没有上市，很多人等着吃这个药呢。所以这个药只要你不出现，就没办法发布，是这个意思吗？我是一个发布人，但是确实是我研究的，那当然是由我来负责这件事情。你讲的最清楚。对，好，但是我们目前所知的都是他在西辉大学医学院任职或者读博的一些，就我们作为同事所了解的啊。但是在背后我就发现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后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多买点好看的衣服，随便买随便刷，甄教授”。那个嫂子，这是正常关系啊！我这嫂子息怒啊，我没有话，嫂子家坐不住了，嫂子家没有话。不是嫂子，他让甄教授给你买点好看衣服，不是应该叫师母吗？开心的。你别生气，我真没花你钱。这事儿吧是这样的，这个药第一个版本研发完之后，甄教授就给我安排了很多采访，因为我要给大家讲嘛，这个药是怎么会治疗这个病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宣传过程。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卡，他说啊，你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多少少的还是要穿的好看一点，所以呢，你买一点东西就等于给自己装扮一下，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看看跟夫人说这，他信吗？我不管您信不信，但是我行得正，坐得专的，不坐得专，你坐砖上硬不硬啊？硌得慌。行得正，坐得端，一脸正气。所以给你的这算是包装费，希望你可以把自己也作为这个药的代言人的感觉啊。就是我形象好一点，是不是对这个整个的项目也好？这没错啊。对。那这种是现在已经注意过的，还是没注意过的打扮？这种你们觉得呢？如果你日常穿成这样，其实已经很好看了呀。这个是注意过的。这是刷了卡的，消费完了。懂了，注意过的。接下来就有一些他在这个医学院里边，可能太过优秀，招人红眼了。咱们在医学院的内部论坛上有一篇帖子，叫做“惊天大瓜，医学院辛某假的天才，真的背景”，上面全是黑他的啊。有一个点赞最高的评论是这么说的：别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最近发布的红温病论文临床数据绝对是伪造的。
他临床阶段就没怎么出过实验室和学校，临床实验数据就这样出来了，十有八九从别的地方抄来的，指不定药物的所有数据也是抄的，建议严查论文。这都是在2010年的4月10日，去年，他不是这个帖子的原作者，然后这个用户没有头像，他的 ID 叫做 J Not Just J。然后当天新就找了不重要的黑客，让他查这条点赞最高的评论号主是谁。2天之后，黑客说这个用户还有一个大号 ID 叫做假助教。这个事情真的让我特别生气，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做实验的人嘛。突然间有一天在学校的网站上就造谣，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我弄的。我就开始查这个 ID， 一看就是这个假助教。我觉得嫉妒别人不是这个方式，你嫉妒别人，你自己努力呀！是这个方式吗？我们学的都不是这个呀，我们都是攻击别人呀。不是，你从哪儿学的呀？你自己努力呀，你自己努力还要嫉妒吗？嫉妒的含义不就是要攻击你吗？不是啊，你可以攻击你攻击我，同时你自己得有真本事啊，你不能光攻击我。那个不叫嫉妒，叫竞争好吗？嫉妒就是要从暗处攻击你啊。他做的很标准呀。你看看你师兄说的，对呀，因为我也嫉妒啊，我干过太多事了。难道这里边也有你？那当然，我点赞了呀。那他说的这几个事儿是真的假的？就是说临床阶段就没出过实验室跟学校，数据哪来的？你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吗？我的数据没问题。谁给你的？我的数据是教授给我的。就是我把这个 Y 元素研究完之后，然后就到了临床阶段，甄教授就说那个你没有临床的经验，这样到临床这一步你就别参与了，因为我们有这个时间限制啊。如果你参与进来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发布，这个事情由我自己负责，然后我会给你出一个报告。那他是我的偶像嘛，我相信他嘛，所以呢，就等于说前面的药是我研究的，但是临床呢是这个老师做的。所以说遇事不决找教授这个事儿，他查出来是假助教干的之后，他16号就去找了教授。4月16号。4月16号，他说教授，假助教在网上说我论文造假，我希望你能帮我作证，能让他道歉并删帖澄清事实。甄教授说这件事我会解决的，不过让假助教公开道歉会影响他的声誉，这样不太合适。然后新回复的说，可当初是你让我按你说的做，现在我却背了个抄袭的锅，如果他不删帖，我的名声怎么办？甄教授说别急，我来解决。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药上市那天，甄教授就说这个药呢，对外呢我就说是你做的，因为我这个在医学界啊声名太大了，如果我说是我参与的话，别人就不会相信这里边有你的功劳了。那我现在就别说这里边有我的事儿了，你就说是你全权代表就行了。不行，那行，谢谢老师。然后我不就按他说的来做了吗？结果现在网上又出现这个帖子，那你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泯灭了我的功劳和我的才华，这肯定不行啊。结果甄教授现在我告诉他了，他不替我做主，还说什么他要保护那个假助教的那个名誉，那我的名誉也是名誉啊，所以我真太生气了。但是确实这帖子吧，过2天也就没了。我想，哎呀，算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反正咱有真本事。然后过2天我才知道，你猜怎么着？这个甲他原来是跟我平级嘛，结果他现在又升了1级，谈了个条件，等于真跟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但是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跟你老公有那个什么暧昧的关系。什么？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就是都这么说。听来的啊。不然他研究不出来药物，他又升级，他又发帖黑我，是真的。我告诉你，他俩有那种暧昧的关系。哎，你黑他的方式跟他黑你的方式好像一模一样的，你被造谣也不冤呐。那不然你觉得有道理吗？那为什么这一切发生之后他又升职了呢？我只相信证据。好，我的分享结束了。好，谢谢。好，可是欣欣没有杀鸡耶，欣欣。
好，下面呢要给我分享的是荣。我去的呢是大的空间。哦，咱们就聊聊你那点事儿哈。特别好，我多么的凄凉啊！首先就是它的一个相当于工牌的一个东西，写着说大博士甄教授研发组的实验室的管理员，但是呢，管理员好像怎么都在干一些杂活。管理员不就跟着对吗？就是杂的已经没边儿了都。比如说我先生出差的很多就是那种要报销的凭证什么的。人事凭证也由你来做是吗？啊，对对对，因为我本身是以这个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我们这个西辉大学医学院啊，专修这个临床医学。那个刚才他说他有他的偶像，我也有我的偶像。这个人就是张院长啊，真的，风云叱咤的张院长，他在我心目中好似天边若似一朵云，张若昀一样。他一路特别辉煌，我觉得他是我的人生榜样。你崇拜他，只是因为他一路很优秀、很顺。对对对，然后他没有在你什么得重病的时候治你一下什么之类的。他没有，你看我点好行吗？我没得过什么重病啊！我一定帮你治好。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利双收啊！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优质的榜样。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之所以干这件事呢，是因为后来我加入了咱们甄教授的研发组。他没让我干别的活，我确实就干这些那个。你发现后来我还有一个那个卡拉 OK 机了吗？对对对对，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是我真正最爱干的活。就是在他的空间里有一个音响，然后还有一支麦克风。嗯。对，为什么呢？甄教授呢，不仅让我做这些什么发票什么这些事情，他出去吃饭也带我去，然后让我在旁边唱歌助兴。因为他是我的博导，然后他让旁边人倒酒，我就说我们一起学博导，一起倒，就在旁边，然后他就觉得我这样特别好，就是他让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就能让我的博士路啊能走得顺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可怕的是，它有一个像五斗柜一样的柜子，然后每个都拉开，有我先生的秋衣。就是毛衣、手帕啊、袜子啊、领带，你看看裤子，就是你说他作为一个助理吧，好像比我这个当老婆的做的还要勤快。对，确实我帮他洗过的裤衩比你多，然后他让我洗的，是不是哥们儿？咱们手就是勤快能干净，还是你们俩的关系？我没有他让咱们干什么，咱就干什么，就是希望能跟他多学习，然后能早毕业，就是这样啊。就那么能忍气吞声来干这些事儿啊？然后呢，我发现在电脑上有一个，就是他无数次的提交了他的论文的申请，说的就是这事儿，为什么这么好啊？对啊，都被我老公给打回。对，不可能让你过的，你给他干这么多活，你毕业了谁干呢？怎么可能让你过？我但凡有你这么聪明，我不就？因为这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个我最开始就是任劳任怨的帮你老公做这些事儿，因为我就觉得他能让我早点毕业，我早日飞黄腾达呀，我得学我们那个院长啊。对啊，我本来很努力的，但是我们实验室3年前，2008年新来的2位同事就是我们新学生跟假助教，哎，他们一来就被任命这个红温病的特效药是他们负责。哇塞！我帮他洗这么多年秋裤，大活不让我做了啊，对吧？就是大活的时候都是他们的功劳了。然后呢，2年前，2009年，我终于学期满了，我可以毕业了。我把我论文交给了甄，你们家老甄给我回来仨字不及格，他说你只能延毕。然后1年前，2010年，我这论文我又交上去了，甄跟我说又是不及格，让我接着洗秋裤。我再大一烙饼，我大不过烙我的锅呀，对吧？对。然后就是他老烙我呀，他不让我走啊，我这个毕业遥遥无期啊。那你怎么想呢？我什么都不敢想啊，你就任他这样。他就这样，你老公就是这么着，他拿我好吗？就是他把我拿住了啊。然后到了这个2010年的9月21号，哎，你们家老甄那个还行，给我介绍一私活。
还有别的秋裤？我老婆的秋裤你。什么私活啊？私活啊。什么私活？然后就是说，反正这活儿反正挺挣钱的，嗯。是切骨头吗？对。黑管吗？啊。黑管是啥？还有一个黑管的门禁卡。还有很多外科用的那些手术的工具，并且在他的枕头底下确实有很多的钱。有一个黑管，他让我上黑管里给那个尸体取骨头。然后我说你这活我干不了，但是我给我钱。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呢？都被您拿捏成这样了，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安慰自个儿，就是说我这个骨头弄完了之后，它可能有这个移植的这个方面，虽然不对啊，但是就觉得好像也能帮助别人，这事儿就这么干了，啊，就是这么点事儿啊。然后在他的手机里面呢，发现了2个聊天记录。这是什么？一个是他跟黑总，我估计这个黑总就是那个黑管的老板，是2010年的11月10号，他有一张图，就是类似于尸体那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大说有风险，建议销毁处理。对，我发现了有这个蓝色斑点，蓝色斑点应该怎么说都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病变呀，或者类似这样的。然后所以我就提醒了一下啊，但是他给我回他就是知道了，然后也没有说这事儿到底怎么着啊。然后呢，他有一个跟我老公的一个聊天记录，是2011年的3月12号。他说：“教授，为什么我的论文又一次不合格？又来了，我不明白。”甄教授回复说：“我理解你的沮丧，但是博士论文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不仅仅关乎努力，更关乎质量和深度。”然后多会聊。他回复说：“我已经全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洗他！我为什么喜欢大张伟？洗刷刷洗刷刷这个歌啊，听了好多年了，带领我这痛并快乐着啊。然后他就说：“你这肯定就是故意的，我要举报你。”然后甄说：“你深度思考一下，要走到这一步吗？再坚持一下吧。”又开始这涮我，就是因为我已经感觉生活没有尽头了，我已经陷入迷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当时我确实想要不，就杀了你老公得了。哦，就这么随便吗？然后，但是3月18号晚上正好那个是隔壁的落日镇举办大张伟演唱会，我说反正起杀心是不对的，我先去看大张伟演唱会吧。然后呢，我就听一会儿洗刷刷又好了，回秋裤拿来又可以了。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看着一边看一边哭，因为我心里问我说，哇塞，我还得多少年呀？大张伟说洗刷刷，还有5年，我还有5年呀。然后我快疯了，然后所以我就迷茫，因为问题在于我需要的是他同意给我签字，我才能毕业。对，我给他给弄了，谁才能同意？就是我又不能把他弄死。然后最后的一个证据就是他演唱会的那个。我觉得是一个佐证他时间线的一个东西。对，这是个真事儿啊！ 18号的，我一直以为是你
开场开玩笑呢。没有开玩笑。哦，这是真事儿。大张伟演唱会能是开玩笑是吗？他在演唱会上会开玩笑，但是这件事本身不是开玩笑。我能问一下，大张伟什么时候到落日镇体育馆来开演唱会啊？我也想看一下。我们也想去。318什么时候？318，对，318在杭州应该是，不是下一场在杭州啊，是落日认识一个啊，下一场在杭州啊，4月份啊。那个学长下回再去的时候叫着点我。好嘞，行。好，大概就是这些。行，那现在看起来大还是有杀机的。来，陈调查官。我去的房间是荣制药的房间。哎呦，我想听这个，干嘛呀？调查官都调查他了，说明他嫌疑很大。我首先从他的小柜子里发现了一个水果礼盒啊，水果礼盒，这不很正常吗？水果礼盒发现了2条来一根儿和2瓶飞天上头水，毛都已经滑了啊！混过，我说院长就是棒。这是干嘛的？这很正常啊，家里面放这正常。对啊，但是放在水果礼盒里，这正常吗？因为每个行业都会有很多关系要去维护。对，像我特别是做销售的，我这个很正常。就是你要送给别人的是吧？我是你送人，不是人家送你们家的哈。对，大部分是。然后后来我看见了他很多的消费记录啊。哦，哎呀，这个女人啊，好贵，美数量1。有话说美术馆购画凭证，科技与狠活美容院的充值单，高级珠宝全球限定，就这些就是你为客户着想的这些证据吗？对呀，我其实还蛮会搞人际关系的，是，所以呢，我就会更多的就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去想，然后他们需要什么呀，化妆品啊、烟啊什么，就是这些礼仪。这个证据藏得非常深啊，还能这么藏呢？然后这个名片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别致啊，它正面是荣制药的，但是它的背面是她老公的。这应该是你们早期的吧？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总经理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副教授的，就是一张名片的2面是2个人。对。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进了一个制药厂当医药代表，然后有一次呢，在一个医药研讨会上，我找到一个客户，他说我最多给你30秒钟，然后我就非常激情澎湃地跟他讲我当时的那个产品，讲完了以后，他什么话都没说，就跟没听见似的。我就很沮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就说：“哎，我觉得这个药还不错，你跟我讲讲它的价格和药效吧。”然后我抬头一看，哇，原来是甄教授。我当时那个客户一看甄教授开口了，就马上说：“哟，那小姑娘晚上一起吃饭，我们聊聊这个项目吧。”然后没想到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到了一个大单。在这之后呢，我们就有了联系方式，我跟甄。然后他就帮我介绍了很多的客户，我就得到了很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权威、成熟男性，又很温暖。我觉得我爱上他，然后我们就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然后他就更顺理成章的带我去参加各种就是饭局，介绍我认识很多资源，对不对？我才慢慢的明白说。其实重要的是你的有没有一块敲门砖，所以我就把名片做成了，一边是我，可能我默默无名，另一边是我老公，他就是我的。就是说，只要你把自个儿放过去，别人只要面露，就是说没有什么表情，立刻翻过来，您看，您看这是谁啊？对，您看看，这是我的名片，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吧？是这样的啊。然后接下来看到了一个网页，上面写着红温病特效药，
凉飕飕，效果显著。药沈夫妇合体现身医药会议，这是2010年的5月20号。近期广受好评的黄焖特效药凉飕飕，由甄教授旗下研发组研制，融制药推动上市。最近，他也刚被升职为西辉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底下的评论呢就说，数十年如一日的情感，要沈夫妇最棒。然后底下有害群之马写了个嫁了个好男人，肯定资源都是甄教授给的。这怎么造谣的方式都一模一样？这没有造谣，这不是说出的事实而已吗？哎，还有一个人，他写的是老夫少妻，呵呵呵。他比你大一些，是不是？对。但是这会儿还没有人提到凉飕飕这个药的副作用，对吗？没有。这是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我是在09年的前后，我的制药厂呢，就是销售业绩一直都很好。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上，我瞄准了总经理的那个位置，但只差一口气。这时候呢，甄就跟我说，哎，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新学生，然后他在研究那个 Y 物质，如果研制成功的话，它是可以治疗红纹病的。哎，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事。然后没过多久呢，他就告诉我说，哎，过了临床了。那我就让我的医药公司把这个专利买过来。做生产，准备做销售，然后结果一上市确实是广受好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跟我先生是不是有年龄差呀？我是不是就是沾他的光啊？那又怎样？我看重的是这个药治愈了很多人的病，第二，我自己也拿到了我想要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吗？是没人怪你啊！你自个儿说半天好像有事儿似的，我们也没人说个。不要心虚，这有什么的？就是自个儿都嚷嚷半天，很客观啊。我们没觉得有什么呀？当然，我心虚什么？接下来在他的平板电脑里发现了他有一个爱驴式的贵哥的社交媒体啊，然后上面写着啧啧，好羡慕你啊！你家老甄刚才全款拿下了西辉市唯一的限量新款包包。然后他回复的是他有心了，这是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去爱驴市买东西，所以呢，我就跟那个贵哥关系还不错。然后呢，他就跟我说2月14号那天呢，真去买了一个包包，他以为是送给我的，就给我发信息。我也觉得很温暖。然后我还给他也买了一个包包，就觉得互相浪漫一下当天。然后后来他在2月20号又给这个贵哥发了一个照片，然后他说老甄去你那儿买的是这个包吗？然后他说就是这个姐，上手是不是很厉害呢？然后他发了一个就是这种微笑，就不是一个开心的微笑。没给你这包，没给你，不是给你买的。这包给你了啊！我要洗包了吗？现在我没有这个，我没有秋裤，洗包这个太难了吧？他给你买爱驴是让你装秋裤。那后来找到这包去哪儿了吗？2月14号那天呢，他就跟我讲说他当天有应酬。然后没过2天呢，我在他的学生的社交媒体，然后我就开始翻，在一个朋友圈里面呢，我就看到他有一些同学的聚会，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假助教拿着那个包包。然后呢，我就问爱驴市的那个销售，我说是这款包包吗？他说是的。是不是？你看无风不起浪，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讲究证据。他的意思是他这个只能证明真给假买了包，但不能证明真跟假在一起。妈呀，是这样子的，我是很讲究证据的。在情人节这天买包很有可能是工作往来呀。妈耶，那咋不给我呢？哎呀，我觉得那只是我的一个感觉，我想要证据。后来他找了一个有问必答事务所，有问必答事务所。对，你们找着证据了吗？这是这证据，请看一眼，看一眼就。拍的是啥呀？就是很亲密，拍的就是2个人共进晚餐，然后又去买别的包包，就证实了他们2个人是就是包友。你看，所以学校里传的是真的嘛，对不对？啊，大家都这么传的，你看那就。
你说的没错。这句话是你写的吗？老牛吃嫩草，我要斩草除根。哇，除根呐！斩草是指对女的下手，除根是对姓甄的下手。对呀，除根。两岸并一案破了。啊？就这么，就是婚姻不幸福嘛，出轨了，不行。然后后来还发现他还写了一份离婚协议。诶，哇哦！离婚协议：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双方各自名下所有财产归各自所有，其余婚内共同财产双方进行对半分割。哇，这么公平！然后荣制药已经签了3月7号，但是男方没有签字，且这个离婚协议被平等的撕成了4份。他撕的是吗？你去找他签，他撕了。他撕了协议，你就撕了他。我接受不了他出轨这个事情，我就跟他提出离婚，但是他不同意。对，所以就撕毁了这个离婚协议书。哦，你起草的啊，他不同意，那所以没生效啊。没生效，没生效。所以我们现在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还是夫妻。其实从刚才的这个内容制定上来讲，你其实并没有要给我过多的赔偿，或者是过多的对他的惩罚，基本上就是你没要更多。我非常有格局，就内核还蛮稳定啊。还是有感情纠葛嘛，但这也算杀鸡。斩草除根啊！如果没有撕掉的话，就可以通过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不知道真回应他的这个离婚要求的时候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但是呢，目前能看到他释放了狠话的要斩草除根这件事情。就这些。好 ，OK。好，我们请星星来。我去的是我们那个调查官的房间。首先，他确实是很厉害啊，因为他房间里那个有那个奖杯，是 M210年度雷厉风行调查官。只有一个奖杯吗？没有一个奖状吗？还是不同的奖？明白了，知道了，还要都说出来吗？这位老师，就是每个都要。啊，这两个不是一套的，它是不同的机构颁发。这不是一个奖杯和奖状是吗？不是啊。哎，对不起。哎呀，这个奖杯的部分是 M210年调查先锋，100%战绩可查先锋。哎呀，这个奖状啊是雷厉风行调查官。厉害。您看我还落了什么吗？没事，这都不值得一提。我还得怎么提？还不值得一提？不用把每个字都念得这么清楚啊！你不提的话，他不高兴；提完之后，他又谦虚，不值得一提。他挑你态度不对。然后我又看到你房间有一箱子，这里有什么吗？一个尊贵的箱子。如何假装干过100次架？这个更不值得一提。这值得。那你得好好念念，那得好好念念。首先有一个百变声咖，其次是有一个调查局的一个签儿，下边有一个小眼儿，感觉就有点像那个针孔摄像头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等于是他做调查的时候需要的一些工具，是不是？对啊，然后呢，这是指向什么呢？这因为我是一个明星调查官，明星调查官。不值得一提，就是一个非要强调明星是怎么回事？对，马上人。我就是一个明星调查官。这世界上有2种人。我要做好这个表情。不要被滑倒啊！不要被滑倒，还喝油了这一块啊！站好。是空调关了吗？怎么越来越冷？有点冷。没事，听完这句话可能就更冷了。来啊，2种什么？一种好人，一种坏人。没了。是啊。然后嘞？就是我是一个调查官。我所遵循的职业宗旨就是我必须保证100%的胜算。
我必须要将这些犯人绳之以法。所以除了这些正规的手段之后，我也用了我的这个办案的百宝箱里面的各种其他的道具，做一些其他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办案只是一个过程，我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可以解释为你为了达到一个极致的结果，你中间用的手段可能不完完全全是调查官可用的手段，你是什么都用。也不是什么都用，就是用一些小手段。好，了解了。然后我又看到了邮件的截图啊，还有好心人发的举报 GT 公司及甄教授涉嫌违法犯罪，请严格调查，依法追究责任。没说黑心交易是什么交易是吗？没说。然后它有一个那个衣柜嘛，打开之后是一个人物关系图，证明他早就在调查这个甄教授了。有我吗？有啊。我想看看有假助教，他写着师徒啊，你看他写书，你看他查的没有你清楚。你看他写的跟大博士是什么关系？家政关系吗？最开始我接到了一系列的这个举报，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啊，我先调查了这个 GT 公司。这个 GT 公司是什么公司啊？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是荣的公司吗？不是，荣的是叫西辉市制药公司。对，西辉市制药有限公司。GT 公司是一个我调查中发现非常可疑的奇怪的公司。好 ，OK。查到 GT 公司的时候，我就假装是这个顾客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就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我查到了，他们其实在对这个骨科专科医院提供一些好像违法的生物样本。然后我就从他们的仓库的一个窗帘的角落里有拍到吗？哦，我看到了有一个档案盒。零下20度的一个东西。对，这个就是我拍到的，在窗帘的缝隙中，我发现了他们确实是在做一些生物的样本，然后这个整个的公司也不是特别的规范。其实这个有一点像那种超低温的保存盒的那种保存箱，我觉得大概率里面就是装的是需要移植的器官之类的吧。然后我又查到 GT 公司的背后的老板，是谁呢？一个姓贾的，贾，一个学生。学生啊，就是学生啊，助教吧。当我去到这个医学院之后，我发现他是助教。就是这个 GT 公司所有的钱最后去向的一个账户是一个假助教的这个账户。对，因为你调查出了一个就是几张转账的记录，用户名是 GT 公司，然后转给了假助教。当我查到这个假助教之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接近他，跟他聊天，但是发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助教。他对于这个 GT 公司也是感觉是表面上一无所知，但是我看起来他并不像在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确实只是一个表象。然后呢，假助教的这个账户又转给了一个 Z 什么什么的。真。我就再查到他有一大笔钱是直接打给一个 Z 字开头的账户，在他周边我就找到了这个甄教授，大概率他背后的真正的黑手就是这个甄教授。他帮你老公过钱，那送个包也是可以的。对，那也不一定是有别的关系，可能也不用离婚了。就是说，你看本身这个不是内层关系，对，有可能是生意上的。现在不知道贾到底是因为跟他谈了恋爱，然后答应帮他做这个事情，还是因为给了他钱答应帮他做这个事情。但总之呢，贾一定不是 GT 公司的所谓的主脑，这些都是真的生意。但是真呢，这边制药厂这边有太太把关。然后那个黑心公司这边呢，就找到一个助教，由他来出面，作为法人也好，或者是出面人也好，因为他不能收这个钱，
这个甲收这个钱，然后再倒给他，就这么过一个手，他要那么多钱干嘛？他已经很有钱了。买秋裤啊，然后就是让我洗呀，没看到那么多秋裤，不能买一台洗衣机吗？就不知道他就喜欢手洗的，这人讲究，就要纯手工的。然后我又在你这儿翻出了一张调查小组成立申请表，调查缘由是 GT 公司涉嫌黑色产业，信息来源匿名检举，申请时间 M211年3月3日。基本情况是甄教授男，地址是一个西辉市高知院1栋101。主要的依据是我局收到了匿名举报，称 GT 公司存在黑色产业，幕后实际操控人为甄教授。经初步调查核实，举报内容属实，现申请立即成立调查小组。结果负责人的意见是不予批准。这就很奇怪啊，因为在我的办案过程中，这个已经算是非常客观且有证据完整的证据链了。就是这一套的这个经济的利益关系已经非常明白了。按照之前的这个程序来说，我提供这个应该马上就可以立案，成立调查小组。但是这一回就莫名其妙的被剥夺。调查长收了水果礼盒了。对，我一直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所以他知道。我不知道，但是甄他的人脉非常广，对，他能干很多很多事情。是。然后我又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这个揉得很皱巴的一个纸团，然后把它展开之后写的是紧急调查令，特派调查人员陈调查队西辉市高知院1栋101进行调查，此令这个时间是2011年的3月13日。结果下面有一行字写的是竟然什么都没有。拿到这个经济的证据链被上级驳回之后，我拿到了那个减肥药的举报信。第二封呢，发现人叫热心市民，2011年的3月12号，我妹妹服用甄教授研发的秒瘦减肥药后，产生了严重的药物依赖，身心健康受损，该药物可能存在非法的销售违规行为，恳请立即调查并查封秒瘦。拿到这个举报信，我就用这个减肥药叫损害公共安全的这个名义，向我的上级申请了一张紧急的搜查令。因为这个搜查令是拿到之后马上去搜的，然后我就去搜了他家，真的什么都没有搜到。搜完之后，针对我的态度也是极为的嚣张。他说：“你就查吧，你肯定什么都查不到。”我就觉得他真的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有意思的是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说他办案比较讲究方式方法呢？因为他有电脑、邮箱、陈调查，什么意思？好心人、热心市民。什么不值一提，真不值一提，这个太精彩了100%吗？那我们不得不问一下，那2个奖杯是自己给自个儿发的吗？是的。那个奖，可以，这个可以给别人看。以至于我先看到的这个，我都一度以为他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案件，然后获得了这个奖杯。但是我想请问，这2个举报都是你写的话，你从哪儿开始怀疑他的呢？你为什么会去给自己写这个举报信呢？我就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开始怀疑他。对，就那个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对吗？不是。不是。那个秒瘦其实是我知道他们研发了一个减肥药，我就拿了这个减肥药做了一些手段，然后以这个公共安全的理由去调查他。但是减肥药没有问题，主要还是要查 GT 公司。对。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疑问呢，终于稍微有一点点解开了，就是陈到底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本身他是来负责调查这个中毒案的，就没想到这个2天之后真的死亡里面，他被列入了我们考虑这个对象。现在我们知道他，因为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的
个人的原因，非常认真的在查针这个事情。如果他真的查到了些什么，而这件事情又跟他有切肤之痛的话，他也可能会有杀机。然后我不是多了那个100秒时间嘛，我又去了一下那个医院那里。首先呢，有一个挺好玩的，贾助教的那个床头有一个花，那卡片上面写的早日康复，3月18号，落款是甄教授。3月18号，对。他怎么送来的？3月18号，他不是在落日镇吗？对。他是在落日镇啊。然后呢，这个医院的门口呢有一个通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规定的，探视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2点。为了保证病人的休息，每日22点关闭医院大门，次日7点开门。关闭期间仅允许医院工作人员出入。然后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查房记录，每天呢都是从早上7点1个小时对贾助教进行一次查岗，从3月16号一直到3月19号早上7点，患者已苏醒，已安排相关身体检查。之前都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然后呢，在门口有一个快递，这是什么？猛猛送，隐私性高，运货速度快。然后呢，你可以自助下单，预约寄件时间。你有一个那个单号嘛，快递员来了之后，输入那个单号就可以把这个快递拿走。匿名的是吧？对，可以自助下单，然后呢，到点了他就给你放到那里面，但是取件得你本人去取。对。这个就是。谢谢。好的。我继续说。那么下面我们请大老师。来，我去的是我的人生榜样，张院长的这个地方。这个等于就是他这个时间线，3月18号下午13点到13点50，晚上7点到7点50，他去看了很多的病患。那一刻，就巡房的记录。巡房，后面没了，到7点50就没了。没有了，对。那刚才张院长你说你到晚上10点都在上班，等于7点50之后就是没有你的查房记录了，但是你还在医院。对。好。然后就是张院长有一条这个特别棒的人生路啊，他从这儿毕业了之后，去了硕士、博士、主任、副院长，然后但是他每一个上面都扎了一个针头，是吧？然后呢，这些针头变成了针头们，然后针头们之后到了这个院长的时候，他没有扎，所以他现在到底是不是院长？是啊，你没扎针头啊？副院长吗？是副院长啊，然后但是你现在不是没写副啊？就是说你看没到啊，也是院长啊，没错啊，就是副字给抠下去了，这仨字是自个儿印的，对不对啊？这说明我的人生路啊还差一点点。你看这个图啊，你说它走的是又弯又长，但是每一步都是靠我脚踏实地的努力。就是说，但是重点，大老师没有听到自己想听。我想知道是人生榜样，您到底到没到院长？就是我呢，这个人有双博士学位，临床医学和临床药学2个博士学位。我经过30年的苦读，我现在已经40岁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走到这儿，确实还不是院长啊，但院长一定是我未来的目标，我也一定会达到。当然，我这个人不是很擅长于交际，所以我能走到今天呢，也确实离不开我的伯乐，甄教授，就是确实是他把我，介绍进这个医院的，有了这个才有我一路升职的开始。但确实，我的学历对得起我的这个职位啊。明白。那就明白。哎呦！哎呀，我的人生，我给你发点牌，你抽一张吧。那你在那个读书的过程中洗过秋裤吗？
哎 ，no， 对，确实我帮他洗过的裤衩比你多。No， 我跟你说，那我就明白了啊，因为他后边全是这个什么呀？就是全是自个儿 P 的，就是 P 了一堆东西。斧头帮开店 Photoshop 知道吗？全是 Photoshop， 一堆 Photoshop。M210年的9月20号，张院长修改用药记录中凉飕飕为赶快走，然后这个凉飕飕变成赶快走之后，他改成那个查看诊断结果，变成了什么都没有，等于他一直在 PS。这个是2010年的9月。我发表我血液科的这个论文的时候，我整理了我科室患者的数据，我发现近1年来出现了100例罕见的血液病患者，他的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然后骨头疼痛一旦查出来就是晚期，一般都活不过1周。哇塞！患病率以往是0.3%，现在上升到了1%，这个在医学上已经是非常异常的一个数字了。然后我就继续调查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我发现他们之前都得过红纹病，并且吃过凉飕飕。哎呦！然后我当时发现这个异常之后，我马上就告诉甄教授了。甄教授给我的解释是说，他感到很意外，并承诺我马上会查证。然后我向他建议公开，然后他说现在公开会引起社会上更大的恐慌，希望我先保密，让我帮他修改一下患者病历啊。然后我内心虽然很矛盾，但是为了这个医院的将来着想，我还是把他们这个用药的记录里边都改成了赶快走。这个药有这么大的作用？副作用，但是是第1版。你的 Plus 改没改还不知道。对，因为第2版从我的层面上它应该是没有的，第1版从我层面也没有啊。你参加临床了吗？他不让我参加临床吗？对呀，你没有参加临床，但是他给我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嘛。因为有可能是假的。对呀，我是临床专业的，改家政了。然后呢，我是临床的，不让我去。然后，那么后来我们张院长收到一封信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人认识一个人叫医学森？你们都是医学生吗？医学生。我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他说：“张院长您好，我是您之前推荐去西辉骨科专科医院做骨头移植的病人医学森，但我却在术后患上了绝症。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出现了这种状况。因过于巧合，我想起学医时与导师共同发表的论文曾论述过，若供体本身患病，移植后病体细胞可能转至受体体内，因此我怀疑我的供体存在问题。这事儿大了啊！这个事儿就是呢，我的一个患者叫医学森，他当时情况是再等不到骨头的供体，他就要死了。然后我就想起甄教授之前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学生是西辉骨科专科医院的负责人，然后说那边的经验丰富，供体充足，结果没想到移植完了之后得了绝症。对。然后他去调查了，应该是哈，因为他去了找了这个友文必达事务所。这个能进。藏得够深的，绝密。他在这个文件上写绝密，这不就是情等让别人看吗？绝密文件上写绝密文件，缺心眼儿。黑管、灰管，还有黑灰管，果然是黑化为灰，发灰变灰啊。写 GT 公司的公司概况，主要业务是医疗器械，背后操作呢是 GT 公司资金经过多次流转汇入了甄教授的加密账户。调查发现存在供体交易，然后第二个是供体来源异常，长期与黑市合作，非法获取遗体，等于有3个管，这3个管应该是供体不一样吗？三个地儿，您查出什么来了？这个3个管其实是黑市，而黑管呢，再通过甄介绍的大
再去取了这些有蓝色斑点的骨头。就因为之前受到那个医学森的委托嘛，然后我觉得他是我的患者，是我介绍到那骨科医院的，如果出了问题我一定要负责，然后我就去委托这个有闻必达事务所给我调查一下西辉骨科，结果没想到西辉骨科长期跟黑市合作，然后他们的供体的供应方就是 GT 公司，然后这个 GT 公司背后的实际受益人就是甄教授，但是我的人生榜样张医师，你应该知道这事儿吧？知道一个70%、80%吧，这样。你是查的那个时间点是3月10号啊？他查得很清楚呀，很清楚，因为如果你不清楚的话，甄教授不会送给他这2个字。什么东西啊？这啥字儿啊？死路。死路。甄教授赠，你看没有？其实死的很有艺术啊，这是死路2个字。哇哦，其实还挺有艺术感。然后，而且我还看见我们张医师的那个屋里还有毛笔，正在练习如何回信，对不对？就是他给你寄了一个，这写的挺好。死路，就是这是甄教授给你这样一个威胁信吧，算是。是吗？那个毛笔是我在这上面写了的。这个是甄教授一开始送我的是一个路字，然后他故意写的歪歪扭扭，是告诉我人生的路要学会转弯。就是他认为他对我的一个忠告。但是没想到，因为我在这个医院供职，然后我自己又调查出我任职的单位有这么大的问题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把自己走到一个死路去了。怪不得他这个字没有在居中，等于上面的那个是你加上去的。对。这个创作还可以啊。那你又采取什么作为了吗？好的，那我们来说说看。其实真的故事已经出来了。甚至不能说是故事，而是说的是罪证啊。但是他还是得了很多荣誉证书。你真是药神医学奇迹奖、医学界田螺老头奖、包治百病专家砖头的砖、死人也能治微活奖状，活就活，死就是微活啊。但是呢，他其实不务正业啊。就说2011年，他的日历行程排得非常满，比如说他要和医学界的整片天聚餐，他要和私立医院的院长打高尔夫，就是你的上司。还要和西辉市的 DA 老大唱 K， 以及树叶刀期刊的社长打麻将。你听听，我行程这么忙，我每天拎着那话筒跟着他唱在这儿。你都参与了，这些你都去了？这好多局我都去了。在旁边唱不同的歌是吧？对，就是他完全每天都是工于这种人情世故，在到处应酬，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搞定不同的人，然后为自己所做的罪恶的事情来做掩护。然后写了一封信，是他跟调查局的调查长之间的勾当。谢谢老弟，在那个臭小子来搜查我之前通知我。不过我以后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来打扰我了。然后呢，是一箱子的金银珠宝，等于他给你搜了紧急搜查令，但是提前先告诉他。那肯定，他们相互制衡嘛啊。所以在我第2次搜查的时候，他就批准了。对，然后呢，他和西辉的 DA 药物注册局呢也有往来，他拿到了梁搜搜 Plus 的这个Y 物质成分胶囊的注册和生产权，然后呢说一切的要求都符合，可以注册，而且发给了药品注册证书。同时呢 ，DA 的这个负责人还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说，梁搜搜的效益不错，那 Plus 版本的证也给你发下来了。非处方药能赚的可不止之前那些。等于梁搜搜 Plus 还是一个非处方药，就是大家去药店都可以。之前是处方药，对，梁搜搜是处方药。它打通了这一关之后，如果梁搜搜 Plus 如期上市的话，就又是一笔横财，而且
它的药效到底什么样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凉飕飕原版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然后呢，刚才所谓的这个尸体的倒卖，然后骨头的提供，都是我们的猜测的话，他手机里面有一个铁证，是这个黑馆的黑总跟他的交流。黑馆黑总，他说：“黑总啊，您每年在黑市上能收到多少尸体啊？”黑总说：“上万个不成问题。”祭体公司想从尸体上收掉骨头，量大钱多，不知道黑总你有没有兴趣呢？当然啊，有钱谁不赚啊？但切骨头这事儿挺专业，我怕我的人搞不定啊。我有个学生，活好，话不多，可以介绍给你，那感情好。对你评价还是挺高的，一点都不值得高兴吧？当然呀，他们还是没让我毕业呀。对，唉。然后呢，他是被发现死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的，他的死状也是很罪有应得，非常憋屈，就是折在这个箱子里边的，手、脚都有非常清晰的深的勒痕，脖子上的勒痕极其的深，脸上有非常多的紫色的斑点，这个叫什么？发干，不愧是院长。当然，他最终的死因和行李箱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线索，我们还要等我们伟大的荣哥特待会会告诉我们这个检验的结果。哎，好期待。好，下面我们来聊聊看这个真的行动问题。这个里面呢，包括了一个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啊。首先，在我们西辉市和落日镇之间，新开了一个火车，火车可以让原本2个小时驾车的车程缩短到1个小时。那么，请注意，坐火车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每天只有2趟，早上7点半从西辉往落日镇开，早上7点半从落日镇也往西辉开。晚上7点半，同样的两边对开，也就是说，晚上7点半从落日镇出发的话，晚上8点半能够到达，这个西辉市。第一个时间出来了，是他兜里有一个嘟嘟打车，晚上的18点30分到19点，他从落日镇的会议中心到了落日火车站，接下来19点30分到8点30分，他赶上了这班火车。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高兴？进站需安检，上车前人工检票，这是真的行程。这2个点，我觉得应该是可算数的。因为一个是他手机里面的这个嘟嘟打车软件记录的时间，另外一个是人工检票检过的票根，所以呢，这2个时间点是我们可以印证的，啊。那么接下来看箱子，箱子上面贴了2个猛猛送的这样的订单，而这个订单呢是在这个火车站的快递站，通过它的自助下单的电脑，你可以搜到订单的起始的时间、位置和它的重量。首先，第一个，18号早上8点从中心广场的快递柜预约寄出，8点半到达了私立医院，由快递柜自动签收。晚上的8点40从快递柜取出来的箱子5公斤，基本上就是个空箱子。空箱子。接下来下一单，晚上9点，也是预约寄件哦，从私立医院的快递柜寄出来，9点10分到达了火车站，快递柜自动签收。请注意，从私立医院到火车站，这个快递员用了10分钟，这个时间点就意味着私立医院和火车站的车程是10分钟。另外还有一点啊，凌晨2点被取走。什么叫被取走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箱子并没有在快递柜里面，它是在火车站附近，就是被搬出来了，它还让人发现。而这个时候的80公斤。
也就8点40到9点的这20分钟，空箱子里面塞了一坨东西。那这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它中间是快递员去传递的，不会有人动手脚。中间是无接触的啊。就这个数据是可以信的。我想说啊，侦探还有一个点，我们有点忽略，就是18号当天，真是去过医院去看假的。对。然后探视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22点是可以探视的。对。那个探视不也就送了个花吗？那花不也是那个无接触送的吗？你也不能是人送到医院的病房里面的，但是并没有记录说是他几点，没有记录他几点探视，对不对？目前没有。等于他8点半下的火车，8点40差不多是可以到私立医院的，而这个时候箱子已经被取出来了，9点钟再存进去，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生了有空箱子变成有尸体的箱子的这个过程，这一定是凶手干的，对吧？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必须活人，只有这2个时间点是人必须到场的，这2个都是预约寄件。凌晨2点这事儿肯定就。凌晨2点应该大家都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8点40到9点这个时间线，大家分别都在哪里？大演唱会在落日镇。他演唱会那票上写的是他19点开始，演到21点30。荣在跟客户吃饭。而且是在火车站。对，在火车站附近，除了去见客户8点40以外，我都在家里处理工作。陈也在落日镇。落日镇，20点到22点，我到达之前约定的地点，跟相关人员了解情况。结束之后，我独自驱车回到西辉市的家中。新，我在3月18号的时候晚上17点到19点是有一个公开的讲座。然后我19点出发，晚上的8点半是在那个路上。19点出发，那你得等于得21点才能到了。对。张呢？你8点在干嘛？下午15点到16点和晚上19点到20点2次查房。然后10点下班。对。也就印证了为什么说张是唯一的嫌疑人，因为这个时候张在医院，因为他工作到10点。那么我就有一个思考，如果他就是需要一个箱子去装这个尸体，请问他早上这一趟是干啥？这个5公斤的这一趟是干什么？其实早上8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线做出来，对于嫁祸我有用吗？对，因为如果他不需要这个时间点的话，他9点的时候直接把一个有尸体箱子存进去就好了，所以这一招就是完全是多余的。对，如果我们认为他早上弄一趟空箱子和8点40把它取出来是他做不在场证明的一个轨迹的话，那目前唯一能够排除的就是张。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指向这个事情是在医院的人才有可能做的，那越不在医院的人越有可能性。大呢，因为他有这个演唱会的入场券，好像可以证明他确实在那儿，但是对，我手机里好像也没拍什么哈，对，怎么回事？我怎么看演唱会居然不拿手机录啊？对不对？也不发朋友圈。但是我那个演唱会一般都应该是一人一码吧，就是说那个很难，不能进去必须看完。不是看完，就是说你一般去演唱会都是一人一码，然后就是说你不是你的人。你的演唱会是7点对吧？你比如说你7点进去捡的票，然后你再去赶那个7点的火车回来，也是来得及的呀。对，你不去看演唱会，对吧？你不是把票捡了，你就回来呀。说的没有错，就是演唱会开始之后，我弄个票进去之后，我7点半正好坐那火车回来，是吧？是这意思？是的，是的。还行。在落日镇和火车站的这2个，我觉得在我心里嫌疑大一点。在高速上的这个吧，我觉得有点含糊，就说不清楚，因为他这个不在场证明提供的非常的尴尬。在干嘛？什么在想？反正是有信息吗？有啊。是不是同事？荣格特和大本科。
龙个头儿。大白哥，尸检报告。好，死者基本信息：甄教授，男，55岁，尸体手腕内侧与脚腕外侧有条状皮肤损伤和淤血，推测为捆绑所致。尸体颈部有一条紫红色闭合勒沟，勒沟以上及颜面肿胀发干，判断为绳索类物品造成的勒死。对于尸体进行了药物测验，发现体内有残留的麻醉药物，真是醉了。真是醉了。是醉。不是说荣格特感叹这件事情真是醉了，是这个药物叫真是醉了。死亡时间为 M211年3月18日的8点到9点啊。如果他的坐火车这个记录没有错的话，那他其实更准确的死亡时间是8点40到9点之间吧。大百科是那个动作有点慢哈，哎，来，大百科来了，说来就来，哈哈哈哈，精彩了。那用你的语气说吧，阿郎。来，哦，我的语气，行李那个行李箱我已经查过了，最近几天只有3月13日有1个人买过，而且是匿名订购，一次买了2个，2个。了解了吧？2个的话，就说明他干嘛要买2个？他为什么需要2个箱子来给他掩护什么呢？对，买俩就是意味着早上寄空箱子这个行动更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而且这个人的杀机得在3月13号之前就要产生。3月13号之前起的杀机，因为3月13号买的箱子。我们现在每个人说一下自己杀机形成的时间。你是在3月10号左右吧？荣呢？3月7号吧，跟他提离婚。对。大3月12号，你依然不合格，对吧？对，3月12号。那就是3月12号，我生的气。晨晨的杀机现在还没有浮现，对不对？对，深层的没有浮现。那个心是你的杀机也，因为你14号才被栽赃的。对，如果这么算的话，他不替我作证，那也是去年的事儿了。他的杀机还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13号就计划这2个箱子来做到18号一个计划，就通常你认为隔那么多天能100%完美的按你想象中执行吗？他完全无法预判18号真驾车还是坐火车回来，那你前面这套计划不就全白费了？那火车票，那他没坐那火车，有可能。是吗？那火车票不检的吗？没有检票记录？没有检票记录，但是他就被撕掉了，就是这样一个检票，人也可以撕，我也可以撕。啊，明白，买了就行，就是这个。就是他没有乘坐记录，只是说这票用就是被撕过了，检过票了，人工检票。这是代表他上过车了吗？但是不一定是他本人，是吗？但是问题是，真不是有一个就是打车的那个记录，那个是他一定会到火车站的，对不对？那就也证明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他还是活着的。那肯定啊，打车时候是活着的。他到了火车站，那他怎么又被那个凶手在火车站给弄了，放到的后备箱吗？真的醉了吗？真的醉了就是可以不？荣刚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如果是顺着他已经到火车站了，打车到火车站那个记录是真的，他在火车站被人麻醉了，然后但就只能驾车回来了，因为你不能带一个麻醉的人上火车呀。那如果他只能驾车回来的话，他就赶不上8点40的那个点，对吧？那个花是他亲自送的吗？没有证据，只是说他病房里有一个。我觉得真不可能送花，但是如果凶手送花的话，就证明真来过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花也是凶手
送的。我就是在想，它太复杂了，它要做太多事情了。那有没有可能后半截的箱子是假的呢？你是说，取走的这个箱子和我们看到抛尸抛在现场的箱子不是一个箱子？对。那么也就是说，他九点钟的时候还得有，他有一个动作，得放一个假的80公斤的假箱子在这私立医院。哎，对。凶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证明发生这个事情的时间是他8点半下了火车之后，他又去了医院，因为看了甲，比如说他8点40看了甲，或者是8点45看了甲之后，凶手用这15分钟做了案，然后呢，同时把它装到箱子里面，因为他想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箱子，但没想到有2个啊，等于这中间一定他做了一些手法。那么在9点钟的时候，他把这个80公斤的箱子又存在了那。但是呢，他后面取出来是凌晨2点取出来的。凌晨2点取出来的箱子是不是这个箱子？对。或者说他抛尸抛在这个火车站外面的箱子是不是他9点钟放进去的这个？对，不一定。这样，我们待会儿肯定还会有线索指向更多的。我觉得大家给我一个建议吧。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得假设一下甲为什么被投毒。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如果说有人要杀甄，然后要把杀害甄的这个嫌疑嫁祸到张身上，然后甲是因为要被甄灭口，所以被投了毒，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办案的逻辑吧。所以我觉得比较倾向的是，如果有这样的利益关系或者比较错综复杂，跟甲也有关系，跟张也有关系，跟甄也有关系的话，那就是甄身边的这几个人比较有做这种案件的可能性。哦，你说这一组变成他们2个了，因为他们2个跟甲最有，因为我跟甲没有什么太多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为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个人投毒。对，从这条线上是跟甲有关系的人，就是你们2个更。行，那我投，那等于祝你好运。好嘞，祝你好运。好嘞，行，反正我也不指着封神，就先赶紧投了。好吧，投一下吧。如果不是为了嫁祸张，那他为什么要2个箱子呢？剩下那个箱子干嘛用呢？哇，好复杂。现在那我就单纯从杀机来排吧。张院长和陈在我这儿心里是排头2位的。这是一个死亡链条。3月18号，甄死了；16号药有问题；15号病变呀；13号杨搜搜生产并且上市，曝光梁搜搜。我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先得把甲给毒了，再嫁祸给你。这个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谁知道真是在落日镇会有研讨会？请和来就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啊，我们都是棋子儿。有2个箱子，有编号。8点40取出来那个空箱子，9点钟存进去的是80公斤的。哎，这还有脚印儿。尸体是在2个箱子里都躺过，都是为了让我们觉得时间地点都是错的。以身入局，胜天半子。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
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